我们干婚庆接单子可以无所不用其极，但是什么庙装什么佛，赚不了的钱别硬赚。只要我一报警，先不说丢没丢钱这事儿，这警察找你做笔录就够你受的了吧？还想把生意谈成了？刘丹和石涛那俩250，陪着你一块进去呗，我折腾不死你。您不能赶尽杀绝吧？要不是你到处散播我接私活这事儿，我也不至于找不着工作，我也不至于自己创业。那我总得活命，我总得想办法呀。还理直气壮的啊？无论是你接私活还是夜闯我公司，你沾脸吗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，我就希望您别把石涛和刘丹牵扯进来，行吗？行吗？当然行啊！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追究，我大人有大量，你何大爷不是最不喜欢欠人情吗？我就是让你欠我的，看你欠我的人情，我特爽。我叫你来就是让你知道你没那么名正言顺，别一天到晚打着创业的旗号，净干些下三滥的事儿。谢谢。你怎么不走啊？该不会是在等我吧？我不是怕你不好打车吗？我送你回去吧。行吧。其实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你都不用太往心里去。要说有错，当天在场的人都有错，包括我。所以想开点。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你就乱安慰人。我是有点迟钝，但我不瞎呀。你从一上车就黑着个脸，就是傻子也能猜到因为什么。唉，其实夜叉说的没错，我一直都不在乎别人说我什么。我觉得我人正，我不怕影子斜。但其实这几年，下三滥的事也没少做。哎，那时候我对你是不是挺像一个泼妇的？你可别这么说啊！还记得那天在马路边你跟我说的话吗？想要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下去，你就得忍受这些。而且我知道，有些时候啊，你也是身不由己。身不由己，这大概是天底下最好用的一个借口吧。哎，你想买什么？老板给我来一个橙子，然后再给我来块草莓吧。一共是45块。你扫一下这个就行。好了啊，谢谢老板。谢谢啊。啊。你看嘴角都起皮了，得多吃点水果，补充点维生素 C 啊。
别老想着工作，有的时候也得想想自己。给，谢谢。还吃别的吗？啊，不用了，上车吧。都看清楚了。当初离开我公司的时候，潇洒得很。现在呢，就要上个法制节目，演个小偷什么的，都能拿奥斯卡了吧？这就是下场，都看清楚了。石涛，这个你拿着，多 copy 几份，公司人手一份，就算公司福利了，啊，当个警醒。对了，给我加段音乐，就是电影里面给小偷配的那种，越猥琐越好。嗯，拿着呀。都散了吧？姑娘，我们只给你搬到这儿哈。啊，那可不行，你得给我搬上去。哎，我们后面好几家呢。我给你加钱。加钱也没用，走了。现在蓝领都这么不缺钱吗？哎，回来啦！干嘛呢？哥，没事吧？我可听石头说了，夜叉把你怎么着了？是打你了还骂你了？不是谁呀，这么缺德，家具也不买好，就这么堆在这儿，多挡路啊！缺德的人在这儿呢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爸一朋友家里要重新装修，觉得这些家具跟新的装修风格不搭，就打算便宜处理了。我一想，咱们工作室不需要家具吗？我就全给拉过来了。给我的？当然了，这种雪中送炭的事儿，只有我干得出来。这沙发得是真皮的吧？废话，假的能做出这质感吗？你摸摸。不是这得多贵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的预算只有5000，我连沙发腿都买不起。哎，张猛，去把那搬家公司车叫过来。哎，师傅，站住！瞧瞧你们俩这点出息，都说了是处理的了。刚刚说预算多少？5000。成交，搬吧。搬呀？搬。这么痛快，估计3000就行。嘿，真的假的呀？老板，这3件我能试一下。哟，帅哥的眼光就是不一样。你看，随便一拿那就是高端货呀，多适合你呀，是不是？姐给你包上啊。啊，行了，都要了。多少钱一个？哎呀，姐不跟你漫天要价，很少碰到像你这么有品位的人。而且你人长得又帅，哎呀，你看看这每件衣服上就好像写上你的名字似的，跟找了自个儿主一样。哎呀，姐就给你个实在价，抹掉零头，3件，姐就收你1000块，怎么样？哎，老板，便宜点呗。
要不800？哟，这800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卖给你啦。反正你是第一次来，姐就当是拉个回头客，以后常来就行啊。嗨，谢谢。衣服给你。哎，好。那收钱了啊。哎，收。行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下周4再过来啊。啊，都进新货。好。800，我上回怎么教你的？对半砍都便宜他们了。原地等着我啊。老何，我有急事儿，江湖救急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你不帮忙搬呀？这谁搬啊？你们俩搬呀！我一少女，细胳膊细腿的，哪搬得动啊？这不有猛哥呢吗？猛哥，你帮着搬啊！你太不靠谱了，刚想夸你几句。猛哥，帮个忙呗。猛哥，你快点儿！你干嘛呀？搬家！你说我干嘛？想哪儿去了？赶紧的！搬就搬吧，凶什么呀？哎，你说这么沉的东西，雇几个人几百块钱的事儿，非得自己搬？几百块也是钱呀，公司刚开业不得省着点啊？跟你讲，等我们公司上市了，说几百块了，几百万，我都不眨眼。你先坐，先坐，先坐。疼吗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又砸了。哎，不用，真不用看，你快忙吧，我待会儿就好了。我这么倒霉啊！我背你回去休息吧。哎，不用，我平时力气大着呢，我这些全能扛上去。那女人啊，就在家里边好好看好家具，男人的活就留给男人来干。哎，不，你干嘛呀？你把我放下来！哎，不是，我的衣服没拿，多难看呀！快把我放下来吧！过来过去这么多人，手机，还有我的包在车上呢，真不是故意的。哎，你就把我放下来吧。你呀，就在这儿歇着，别动了啊！你在这儿把家具看好了，别动了啊！我自己来，你别动了。嘿。哇塞，张猛这名字没白起呀！你慢点儿。没事。你是不是傻？正品还要打2、3折当甩货卖的时候呢，8折买一堆假货，你脑子被门挤了吧？还不砍价？我上次怎么言传身教的，你忘了？人家老板娘一直夸我嘛，我插不上嘴。我要是碰到你这种人傻钱多还不还价的主，我连你8辈祖宗都能从火葬场夸回来，你信吗？我都已经讲了800块钱了，你还让我怎么样？我又没还过价，对吧？再说了，人家开一个店也不容易。你就容易了，啊！你一空少，天天什么空少？我开飞机的，我飞行员。行，飞行员，那更是了。一飞机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都在你手上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飞在天上，你就容易了啊！当然不容易了，我压力大着呢。那不就得了？你别小看还价，学问可大着呢，就跟追姑娘似的，你越上赶着人家，人家越不搭理你，你就得冷峻。人家才能死贴着你，还价捅你，懂吗？懂了，那我下次注意就行。下次还有下次，今儿就给你长点记性。走，开车。干嘛去啊？要钱。快。这还能要回来吗？赶紧的。要不还是算了吧，还够丢人的。啊，行，走。
搬家呢，这是。哎呦，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躺着呀？别感冒了啊！哦，你这是搬家吗？我跟你说呀，这男人呐，谈恋爱的时候一个样，刚娶到你的时候啊，他又是一个样，等过了几年呀，可就变成另外一个样了。你呀，可得好好调教着。可不是嘛！我跟你说啊，就我们家那口子，当初结婚的时候，洗衣服、做饭，什么活都干。可有一回呢，我想着帮帮他的忙吧，你猜怎么？从那以后，这所有的活都是我自己的。我跟你说，姑娘，这女人呐，千万不能主动干活，就不能赏他们这脸。没错，我告诉你，哎，我在家呀，什么都不干。我们家那口子，到现在我要吃西瓜都帮我把籽儿给抠了。男人不能惯，姑娘听阿姨的，这以后你就得呀，你坐着他站着，你歇着他干着，这两口子过日子得一辈子呢。你这要是刚结婚这头1、2年把控不住，帮他干了活，我告诉你，这辈子你别想闲着了。就是，是吧？姑娘，你多大了？我29。29也不小了。你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呀？不是，我们俩不是两口子，我们是朋友。朋友？啊，朋友啊！现在这年轻人啊，就好这样。哎，这一边说的是朋友，一边啊早搬在一起过日子去了。姑娘，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啊。这女人一过30啊，就开始走下坡了。就生孩子，将来最头大。你还是抓点紧。可不是嘛，这要是我们那年代，我告诉你，别说28、9、25没结婚，我告诉你。都不好意思抬头看人。不，阿姨，我们现在这年代变了，我们可以先立业再成家，而且女人要自强自立，我们要先顶住半边天之后再谈恋爱。你可不能有这种想法啊！我跟你们说啊，就我家闺女也是这样，什么要独立，不结婚，这哪行啊？哎，这女人的好日子就那么几年，将来你老了没人要了，这事业再成功有什么用啊？这身边一个陪你的人都没有，这将来多孤单、多寂寞、多难受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就是，这结婚、生孩子、有男人疼，这才是女人呢。对，阿姨，我觉得呀，你们说的全对。所以呢，我打算隆重的向你们介绍一下我啊。我呢是开婚庆公司的，就在咱们楼上。回头您女儿结婚啊，什么或者有朋友结婚什么的，都介绍给我。一看你们都特别适合保媒拉纤。还有，如果你们要结婚也可以啊，我打折。我们结什么婚呢？这下辈子婚庆所的。欢迎光临。哎呦，丹儿，你来了呀？你最近干什么去了呀？又不来我店里看看我？哎，你看我最近进的新货，好看吧？哎，帅哥，你别站着呀，随便挑挑呀。哎，好。不是，丹儿，你干嘛呢？一来闷不吭声的往那一坐。小点声，让人听见不好。我干什么了？我做什么事儿了，让人听见不好？你天天让我介绍朋友来你这儿买衣服，我介绍了，人也来了。好嘛你，3件短袖卖人800。这事儿我要嚷嚷出去，你还好意思和我一起喝酒吗？丹儿，你可真冤枉我了啊！我这的货你都知道，那都是原厂原价。得，蒙谁呢？就你进货那胖秃子，还是我给你介绍的吧？一件 T 恤均价16，你加个0，卖160都不带来找你的。你可好，3件卖800，你杀熟杀到我这儿来了是吧？16就那一件，其他2件可都是检标货。要不这样吧，这帅哥我是认下了，我给他拿一张我们店的 VIP 卡，下次来。你跟我有下次，他跟我还有下次吗？但你什么意思啊？他跟你连我家都去过了，就这关系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哎呦，丹，你藏得够深呢，你干嘛不跟我早说呀？不过这钱是退不了了，你也知道姐儿们开着店不容易，
退钱能多晦气啊，是不是？要不这样，随便挑个顶尖货，挑3件啊？行啊，就这么定了，赶紧的，挑3件。哎，这3件我就真赔了的。5件你都赔不了，谁让咱是娘家人呢，对吧？不然你就，就那个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我就挣亏了。不行啊，就这么拿着，我们塑料袋也不要了，谢谢了。不是，丹儿，你不能亏姐们儿啊你。 3件呢？你别说，你眼光还真挺好的，这3件真都是原单的。哎，但我总觉得这样不太好吧？啊，忒狠了点儿。这时候心软了，他宰你的时候可没心软啊！先上车。我呀，就教训他一下，连我的人都敢宰，他还让不让我在这条街上混的？嚯！而且你放心，他亏不了。哎，那你刚才跟他那么说，那我下次不在了，你怎么办？我就是把你给踹了呗，正好树立一下我桃花不断的冷艳形象，你还多拿3件衣服，贼划算。而且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再来这条街上，你就得这么砍价，要不然他觉得咱们好欺负还怎么着？一家都不能。哎，你瞧，哥们儿这啊，情急之中还能挑一件这么漂亮的衣服。这是女装啊？啊，给你的，别沾你的光嘛。来，收货。谢谢啊。客气。我现在就可以试一下。哎，嘛呢？我好歹也是一男的，你考虑下我的感受行不行？衣服太好看了，我忘记到旁边了。行了，回家试吧啊！饭点了，吃什么呀？我想吃肉，还想去那种要收服务费的餐厅。要求这么高啊？行，我找找看。走着。行啦，给，让你运动运动，就是想让你清清脑子。你至于往死了练吗？办法想到了吗？能有什么办法呀？我们公司那夜叉，自打何大爷进了公司就没跟他对付，这下可好了，总算是抓着把柄了。但其实这事儿吧，也怨我，要不是我出那馊主意，大爷也受不了那么大委屈。这事儿不怨你，主意是我出的，始作俑者还是我呢。再说你们家何大爷现在不是没事儿吗？说明夜叉还没有行动。你要真看不惯的话，把那视频删了不就得了？对呀，我把视频一删，这夜叉肯定生气，到时候他直接把我开除了，我名正言顺去大爷那上班。佳佳，你太聪明了，一肚子鬼主意。你这是在夸我吗？好了，办法也想到了，还继续练吗？练什么练？我3天3夜我都不想练。走了。这放这儿吧。哎呀，你说真皮沙发的味道就是好闻啊，全都是人民币的味道。
你那儿好着呢。哎呀，我这腰都快累断了。哎，嚼，下来。大不了我请你吃饭呗。行啊，吃什么好吃的？外卖呗。就吃外卖啊？外卖怎么了？店里有的全都能点，而且还有优惠券，算下来便宜不少呢。现在人啊，都被这手机和网络给惯坏了。社会发展到今天，所有的方便都是必须的。你想想看呀，这人工作多累呀，下班一天下来还得吭哧吭哧的做饭呀。再说去店里吃饭还得排队，太麻烦了。外卖最方便。说白了还是懒。吃什么呀？给我来个麻婆豆腐。行，麻婆豆腐。哎，对了，刚才在楼下那帮大妈跟你说什么来着？能说什么呀？那些大妈还不都一个样，个个觉得自个儿是月老下凡。逮住个单身的呀，就劝别人结婚生孩子。那你没打算再找一个呀？跟你有关系吗？随便问问。我不想结婚，婚姻啊，对女人来说就是一局困难模式的游戏，一路还得闯关打怪。你想想看，公公婆婆、老公外面的彩旗，半道上再生个孩子，还得为他披荆斩棘、担惊受怕的，多麻烦呀！光这些也就罢了，关键还得升级自己的装备。年纪越来越大，脸蛋儿呢还得越来越美，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吧，还得心眼儿越来越少。凭什么呀？处处小心，还得一个不留神就前功尽弃，太没劲。有时功夫赚点钱不好？哪有你说那么夸张啊？我觉得你是把婚姻给妖魔化了。是，你们男人当然觉得简单了，婚姻对你们男人来说就是一个简单模式。我跟你说啊，人活着本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，婚姻里边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。女人有女人的难处，男人也有男人的不容易。怎么着？你这个离婚的男士还对婚姻有憧憬啊？我觉得这事儿啊，就像我做模特一样，我在哪儿跌倒了，我就得在哪儿爬起来。那这么爱爬，我怎么还看你单身一个人？我是对婚姻有憧憬，但不代表我就得立马结婚呢。行吧，那你就慢慢的往上爬，我得原地躺会儿。哎呀，哎。你走了？好，拜拜。哟，啥？又在加班了？这么刻苦？我入行晚，动作又慢，这公司最近这么忙，我不得出点力量，是不是？那你就去出力了。好，我先走了。明儿见啊！
那椅子留给我吧，你不是脚不舒服吗？没事，我都好多了。喝的什么呀？啤酒、可乐，果汁、酸奶。不是你们2个人住，怎么买那么多的吃的呀？放得下吗？哎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等你以后有了孩子就知道了，必须要满足孩子各种各样的口味。哎，你说你平时这么抠，还带着金算盘，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，怎么还买这么多菜啊？我多买点，咱们可以冻到冰箱里，明天吃啊，这样就省得有外卖费了。再说了，我多买点显得我有诚意呀。诚意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怎么给它量化呀？再说了，我能跟人家说我对你有诚意3斤重啊？你要是真想表达诚意啊，你就多请我吃几顿饭。行了，今天也算是万事俱备了。你看，我们接到了第一笔生意，然后又有了这么便宜的家具，关键没花钱就拿上来了。今天呢，主要的功劳都算你的，所以我代表我们公司感谢你。好，那我也祝你公司早日上市，什么时候去纳斯达克了，记得叫上我。纳斯达克，吃吧，饿死。说实话，其实我挺佩服你的。你说你一个女人失业了，不但没有自暴自弃，居然还创业了。不得不说啊，女人有的时候确实比我们男人强太多了。大多数女人呢，但凡有人疼、有人爱、有人宠、有人给钱花，谁愿意在外面闯荡江湖啊？关键就是好男人太少了，而且好男人都有女朋友了，像我这号的，只能自个儿靠自个儿了。哎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可不同意啊！什么叫好男人少啊？分明是你们女人要的太多。哎，你不能你们电视剧看多了之后，都希望自己身边的男人都那么完美啊？怎么可能啊？明明是你们男人要求高好吗？又得女人漂亮有身材，还得会赚钱能顾家。现在是男女平等的时代，就许你们男人有要求啊，我们女人也得要求啊。哎呀，还有一件事，我觉得我也得感谢你，就是谢谢你送我去公司，谢谢你没有多问，也谢谢你买水果。等等，哎，你这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？这分明是3件事。其实这3件事就是1件事，就是谢谢你的陪伴。其实我也不需要。你说你这么不相信婚姻，居然还会选择做婚庆，你不觉得这事儿特自相矛盾吗？矛盾啊！我喜欢婚庆行业。哎，你想，别的职业大多数啊都是勾心斗角，踩着别人的尸体上往上爬，多血腥啊！我们这行呢，每天能够看着幸福美满，我自己也会高兴。再说了，每个女孩子心中都有一个完美的婚礼，而且是从她小姑娘的时候就开始酝酿。我能给她们完美的呈现出来，哪怕是几个小时，那也是美好的回忆呀。我觉得这是一个积德的事儿，而且特别有成就感。那你心里有没有那种理想的婚礼啊？当然了，我也是小姑娘呀。啊？有点褶啊。那你当时结婚的时候实现了吗？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让我们有请美丽的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。
没事吧？我是第一次结婚。废话，谁不是第一次结婚？好的，请大家落座。接下来是隆重而又庄严的时刻，请新郎新娘互相交换结婚戒指。啊，没事情。你说你以后要是不结婚的话，你的梦想就永远都实现不了了，你不觉得遗憾吗？不遗憾啊，我可以把我的理想放在别人的婚礼里，每个婚礼里面放一点儿，拼凑起来不就完整了吗？我聪明吧？哦，最近这么辛苦，多吃点肉啊。谢谢啊。看肉干嘛？你也吃。哎，你觉得这吃相跟以前不大一样啊？这吃相和穿衣服是一样的，得分场合。我总不能穿着晚礼服去吃地摊儿，也不能穿着仔裤 T 恤的去参加晚宴吧？有道理。哎，怎么样，好不好吃？这么隐蔽的馆子，你怎么找着的？朋友介绍啊。哎，你知道吗？这家的红烧肉、鲍鱼、海鲜饭，隐藏菜单，限量供应，一般人根本订不到。全是营销手段。凡是东西加上限量俩字儿，价格就翻好几倍。这菜是挺好吃，但你看就这么点菜量，也就我今天不是特别饿，我要饿极了能吃10几盘呢。人家这叫物以稀为贵，真是又稀又贵。这家饭店千万别进军东北市场。为什么？容易被人掀桌子砸店，就这么着。您吃着啊，我去打电话。哎，啊？哦，嗨，忘了。你不会要跑单吧？说什么呢你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这家餐厅不能刷卡，我身上没带多少现金，我这不是取钱去吗？就说什么？嗨，我以为什么事儿呢？坐下，坐下，放心吃，姐有钱啊。收起来，收起来！别别花了！大庭广众下，你这多危险呀！知道你有钱啊？你带这么多现金干什么呀？我一姐们跟我说，钱放在卡上呢，就是一串数字，只有攥在手上，才能体会到钱的美好。抽香抽香的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儿不能刷卡。不能刷卡？对。那只能现金支付。谢谢啊。现金？行了，
是我来付吧。嗨，你说我请你吃饭，让你付钱，这都不好意思啊。别不好意思，不算我请你，得还我，记得啊，还现金。啊，现金，不是你怎么带这么多现金啊？哎呀，你不知道这钱呀，放在卡里顶多是个数字，只有拿在手里呢，这才算是钱。你看，放在钱包里，钱包鼓鼓